狮子与农夫交易，剑和勇者谈心，鱼和鲲相遇。在寓言里，一切不合常理，一切又皆是常理。当我们阅读这些为了传递哲理所创作的短小故事，踏进这个人和动物能够相互沟通的世界时，会恍然大悟，这里是由人和人的关系法则搭建而成。幻想的果实饱藏现实的哲理，我们乐此不疲地在故事中寻找智慧，而藏于树林山海背后微笑看游人来去的，便是世界线外的预言家。寓言一词出自庄子杂篇寓言，原意指有所寄托的话。我国最早的预言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以及四处游说的纵横之士。由于对具体故事的讲述更容易让人理解抽象的道理，他们将民间传说改写成寓言，收录进文章，用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和理论。比如我们熟知的守株待兔，便是出自法家韩非所著的《五度》。用虚构故事反映现实，阐述了无论是生活还是治国，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变通的道理。到了唐宋，文人们写了大量寓言，讽刺在社会生活中观察到的事故。在《毛颖传》中，韩愈让毛笔化成朝堂官员，去经历宦海沉浮；而同属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则擅长言辞喻笔，用黔驴、老鼠等形象讽刺在仕途中遇到的各种小人。他们创作的寓言独立成章，奠定了现代寓言文体的风格。元朝后，短小有趣的笑话型寓言开始出现，寓言家们将诙谐元素注入创作，寓庄于谐，引人发笑的深刻故事成了寓言的时代特色，又逐渐发展为催发其他艺术形式的引子。说理、劝诫、讽刺，寓言随时代需求展现了不同的立意，人们也为其赋予了不同的名字。一直到清末，古文家、翻译家林纾才取来庄子的寓言二字，统一称此类文体为寓言，为千年来的不断变化找回了名字。虽然我国的寓言多出自文人之手，但四海之外的其他预言家常常拥有更加多元的身份。他们可能是长老，可能是奴隶，可能是传道者，也可能是宴会上观察人间的无名之辈。他们或因为人生中的契机开始创作，或因为他们天生具有讲故事的本领，再或者由于处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在边缘中拥有了更接近哲学思考的人生视角。甚至在同一个预言家身上，也有着包含世间百态的形象。相传古希腊人伊索是一个奴隶，凭着对世界的细微观察，编织出了伊索寓言中的故事。也正是由于故事中的动物会说话，能让未谙世事的小朋友们产生代入感，从而窥见成人世界的道理，因此风靡世界。寓言才以动物故事的印象为人熟知。在各个时期的画像中，伊索时而英俊，时而丑陋。有人说他最终获得自由，又有人说他终身都是奴隶。或许正因为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伊索才会从底层视角逐步认识世界，关注人与人之间细腻复杂的关系。他所传达的生活智慧，才能让伊索寓言成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寓言作品。至今，寓言还是一直在变换着它的脸庞，预言家也以不同的形象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有的坚持写作，有的将其变化成更丰富的形式。
寓言的边界在不断扩大，但对事物本真的求知和创作欲，始终如一地代表着预言家的共同特质。他们从生活中提炼智慧，将人的知识和经验变成一件可传承的礼物。当礼物经过的时候，前人的真知便在每个人之中传达给了后面来的人，也超越了它自身的仅仅一句道理。当我们阅读寓言时，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不同时代文化的门，门外的光来自求知的眼睛，也来自人类自己。